大家好，陈老师好。那美国昨天看到新闻宣布，就是美国邮政拒绝来收入关于来自中国或者是香港来的包裹。那么如果你要再进去那原本$800以下的免税额，还有就是说你的关税会至少提高10%。就原来不用关税的，你可能至少增加10%。那有关税的，继续在基础上增加10%。那这对两国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其实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 UPSB 它拒绝收来自于中国或者香港的包裹其实基本上那是美国邮政的问题，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其他包含 UPS、DHL 或是顺丰之类的，那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其实在2月5号的时候这个他们还是继续的收单跟清关作业，说他们是没有什么影响，但是呢，他们还是按照新规必须去做比较冗长的报关，还有就是什么呢？还有就是它的关税是一定会增加的这个是没有问题的。而这个事情对中国会不会有很大的影响呢？其实目前来看，对中小型的卖家是有影响，比如说你在抖音上卖货或者等等之类的一些比如说在亚马逊这些商家是会有影响，因为他们是由中国直发到美国的境内。那么这个东西对美国有没有什么好处呢？老师可以跟各位讲，这是完全没有好处的一个事情。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关税它的壁垒还是为了保护他们自己国家跟外面国家竞争的一些保护措施。这个本身呢，在各个国家都有这个不是说你有关税就是错它基本上每个国家都有。但是这个基于是哪里呢？基于是说，假设我们今天一台脚踏车，在中国它可能制造成本是1000块，在美国制造成本可能是1100到1200，那么这个时候为了保护美国本土的商家不要被外面的廉价劳动力所做出来的一些低价商品所击倒，那他就可能就是说我增加关税，那你进来的钱高过于或是平等或高过于是美国所生产出来的这个脚踏车，过进来的加征关税之后，你可能到1200块美元，那么我生产成本的话，那可能就是1100到1200，那我再赚一点钱，那是还可以的状况。但是你要达成这件事情你必须有一个前提，就是什么呢？前提就是说，中国的确是展示这个脚踏车是1000块，而美国的确它只要1100到1200，它也可以生产出来。但是从现实上来看，因为这些800块美元以下的东西是属于轻工业，也就是它不是什么复杂的东西，所以是说在中国生产的价格是很便宜的。但同样东西在美国它的成本就已经比你售价还要高出了不止2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美国它的人均所得是比较高的，然后因为它是世界第一发达的国家嘛。所以在这个状况之下它的一些人力成本，还有它的管理成本，它的场站成本、保险成本，各个成本加起来，它是非常非常之高的。所以同样的一个商品在生产过程之中，即使加了关税，那么其他国家包含中国、越南、泰国等地所生产出来的工业成品，基本上它都不会比美国本地生产来的贵，加上关税它也很有竞争力。那这个是第一个。第二个东西就是什么呢？第二个东西就是在于是说，你这个商品进到美国之后，美国人不买嘛，基本上是比较难，因为我们刚才所知道的，这个商品如果在美国去制造，它的成本比较高，那么它还是只能向中国去购买，所以说这就让什么？就让美国的百姓他自己的生活成本变高了，因为这些小工业品是你家中是常常会需要到的必需品，也是轻工业用品。那这些东西你不买，那你得买美国的比较贵的。那么我们又看到第三个，如果在美国买的比较便宜，是不是可以让中国的厂商或其他厂商到美国去设厂，来去制造出这些商品供应给美国当地人呢？而且又可以解决他们那个就业率的问题呢？这实际上是比较难的。为什么会比较难呢？因为是说，你今天如果你购物成本是提高的，那么他自己的薪资成本跟通膨是不是就提高了？薪资成本跟通膨提高，那你是不是就会要求这个企业给员工的薪资跟待遇也是要提高的？各位不要忘记我们直播所说过的那个港口或者是货运司机，他们都要求涨价是40%到60%不等的薪资。那如果你今天在课征这个关税，那是不是等于是说他们的生活成本提高了，你的薪资成本未来可见的也会要求他去提高？所以说未来美国所谓的抗争抗议这些事情一定会层出不穷，因为你生活成本是提高的。而这个状况之下，如果今天因为我去设厂，然后来生产这些商品给美国的百姓自己去使用，然后美国百姓也会因此那我们的成本提高了，那么他就要公司成本提高，公司成本提高了，我又得抬高售价。所以说一来一往，无论在美国生产或是在中国生产这些商品，只要美国百姓有使用到，他都必须要怎么样？他都必须要去增加他的收入来源。那么这个时候，你企业的基成本都还会提高。所以如果企业成本又提高了，那么他又得去加价。那一来一往的话，
那么它的整个消费集聚就会不断的拉高。但是呢，百姓呢并没有过得比较好，而且你会让外国的商品更加有竞争力。为什么？因为你的生产成本越来越贵，但是我还保持着差不多的生产成本，可能会高一点，但是它真的就是一点。但美国高的是几成，那个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所以说那这个状况之下，你说用关税来去遏制中国中小企业的发展行不行？可以，但是有限，因为我们还可以洗产地嘛。即使你未来把所有洗产地都把它封死了，那么你美国百姓的一个负担成本你还是很高的。那第二件事是什么呢？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每一年我从中国寄往美国的这个商品有多少件呢？大概13亿件。13亿件的商品进入到美国，那我们就很简单一件事，一个运费我算$1就好，但是不止了，好吧？我就算一件$1就好，它里面就有13亿美元的成本，对不对？13亿美元的成本的状况之下，那么这么大的利润，这么大的一个空间，你说你不让美国邮政去赚，那么但是你让私人的企业能够不赚这个东西吗？当然是不能的，因为其他国家小国商品寄过去的数量不可能比中国多，因为中国寄过去的基本上都还是什么小工业制品，加上关税还比美国便宜。就像之前我们看到的是说中国进口的老头乐，就那个电动3轮车那这个为什么在美国可以卖得动？因为人家是合法合规的进口，然后还缴了税之后，还比美国当地来的便宜。那么现在即使加关税，美国可能也是做不出来。为什么做不出来？是因为它技术很高超吗？也不是。我们刚才提到这些轻工业、小工业制品的话，你今天光是要去盖这个厂去生产这些设备，那就很难了。为什么？你要土地啊、人事啊，比如说企业五管、生管、人发财，这些东西一盖上去啊，你新盖一个厂几百万美元又跑不掉。而我增加的关税只有10%、20%，那么我不盖比盖还赚的时候，那我宁愿去付这个关税，而这个关税也不是中国厂商去付的，这个关税最后也是美国消费者或是美国商家去支付的，跟中国的商家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中国生产成本从来都没有比较高，是美国的它的消费成本变高了。所以在整体状况之下，我们发现一件事，就是说这个关税一旦提高对全美国人都没有好处，这是绝对可以肯定的一个事情。那么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呢？其实有看老师直播就会发现到这个事情跟我们之前讲的一个国家叫做阿根廷他的总统米雷伊所做的休克疗法是很类似的。美国现在做的东西跟阿根廷他们做法是如出一辙。为什么呢？因为阿根廷他所信奉的是休克疗法。休克疗法就是我砍掉大部分这些我个人认为是说没有必要的政府支出，无论是老人的福利、儿童的教育等等一切的我觉得这些根本就是没有必要的支出，我就把它砍掉，甚至连退休金都给你砍掉。那么在这个状况之下我期盼我国家的税入大于税出，那我是不是可以延缓通货膨胀？我可以不用一直举债或者加印钞票，然后我的国家可以开始稳定。那我们似乎看到阿根廷好像有这么稳定了，他们已经可以转亏为盈了，但实际上你是牺牲大部分人的权益，换着少部分人的压力减小，这是不是对的？我们先不去定论，但是美国是不能够这个样子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看到美国跟阿根廷一样是其类似休克疗法，它大量的去拒绝了这些所谓的这些不必要的一些部门，像马斯克他现在正在大力的裁员，对不对？还有不断的退取，似乎要去节省这些东西。但是身为世界霸主、制度的制定者的一个模式，你是不能够轻易退取，跟你不能够简单易了的把这些冗员都砍除。这就像什么呢？这就其实就像这个清朝末年，对不对？清朝末年的戊戌变法，一声令下，该砍都砍，砍到最后你下面人根本就无所适从。所以说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过去的清朝戊戌变法它不可能成功，就是因为它太照进，不断是要去裁员冗员，然后改新式的学堂，所以说它就触及一些基本人的利益。那美国现在做法也是一样，它不断的砍了之后，你会触发到当地贵族的利益。这个任何地方它都有贵族，不要跟我讲美国是民主的灯塔，它就没有贵族一说，它当地还是有些士绅的，只是它是 gentleman， 他们地方的家族势力盘根错节在里面。你一下把它砍掉，这些人就在暗地里准备开始反你，不反你也不让你好过。那甚至是你未来的其中选举或是州长，他可能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其中选举还要到1年半之后，1年半如果我们这次川老先生所做出来的通膨会膨胀到一个高点，这个是可以预见的，这个没有什么困难。所以说阿根廷他可以做休克疗法，是因为他已经破血破穿了，他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他就必须去这么做这件事情，他可能还有一线希望，当然希望是不大了，我认为阿根廷最后还会失败。但是美国它不一样，它是制度的制定者，它是资本的流向中心。你到时候不断去砍，不断的退群状况之下，你只是把你
扎根在土里面，这些根须啊，一一的把它剪除，那么对你统治的长期跟百姓的稳定啊是没有太好的一个帮助的。所以说我们看到美国这次提高这个关税啊，我们大概可以确定是1个月之内啊，中国的商人一定会钻山打洞，找出一条生路。所以说美国它在单方面对中国做这些关税的一个制裁，其实并不是一个非常明智之举，而且在这个拖上几个月，大概会让美国的国内的通膨还有一些经济的困境会慢慢的浮现出来。所以说1年或半载，其实我觉得美国的经济跟它的社会地位会受到很大的挑战。那其他的问题包含说，川普说要把所有的哈马斯跟那个巴勒斯坦人移出来，那他们由美国代管加沙这件事情呢，我们留到礼拜天再说。我是陈老师，我们周日见。Nice.